菜，我们不是预制菜。预制菜国家是有严格的定义的。罗永浩也是一个媒体有影响力的人，你把话说的那么极端全是预制菜很恶心，对我们的商誉是有很大的那个影响的。这就是砸我们牌子嘛，一反映生气呀，说你说这不能这样吧？你这个。罗永浩对西贝的商誉，你认为造成了损害，你会不会走法律程序？会，一定会我们一定会起诉他，一定会起诉他，而且他对我们的伤害是很大的，一定会起诉。从明天开始就全国370家店同时开放，就是这个罗永浩菜单同时开放，任何人都可以鼓励你你先尝试这个菜单，你随便点都行我们就是想让大名牌把厨房透明了，把原料透明了，把工艺透明了，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否则的话，这个罗永浩发了微博不说，这个媒体跟进的其实特别厉害。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王。近些年来，预制菜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在大众的餐桌上越来越常见，但大众对它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9月10号下午，网红企业家罗永浩的一条63个字的微博，不经意间就将西北菜头部品牌西贝推到了风口浪尖。这个西贝，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们也是没少吃哈。可以说那个时候它确实做的味道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按照罗永浩现在的说法，说这个西贝现在吃起来就像预制菜的那种味道就基本上吃起来都是一个味儿。我们今天就来捋一下这个事件的始末，3轮对战。罗永浩在微博中就写道：好久没有吃西贝了今天下飞机跟同事吃了一顿，发现几乎全都是预制菜怎么还那么贵，实在是太恶心了。他一共吃了16道菜，大概是800多块钱，并且呢，他表示希望能够出台强制饭馆标注是否采用了预制菜的这种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少网友对老罗观点表示了赞同，认为使用预制菜你必须得标注清楚也有网友附和说西贝确实疑似使用了预制菜，表示西贝呢感觉是又贵又难吃，菜品和价格完全就不是一个等级的。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为西贝说话的有网友就认为西贝虽然价格偏贵，但胜在食材不错，让人放心。我其实也挺赞同这个网友的观点的，就说食材的重要性其实要远胜于你是否是预制菜，因为这个食材不好，即使你是现做的，那可能对健康也会有影响那当天下午呢，西贝的客服人员通过了媒体就做了一个回应，否认他们是预制菜说店内的这个招牌菜牛大骨是每天早上现煮的，面条呢也是店内工作人员现场手搓的，不存在预制的问题。不过评论区对于西贝的否认似乎并不认可首先是对西贝不存在预制菜的这个情况表示怀疑，有的网友就表示曾经亲口听到这个门店的服务员亲口说过说这个是中央厨房预制的这些菜西贝紧接着就来了一个激进的反制9月11号到12号，西贝做了这么几件事首先就是涉及到隐私问题，创始人贾国龙公开了罗永浩消费的明细，说是5个人点了16道菜，830块钱，被网友批说你这吃什么都被你披露出来了，这简直就是侵犯隐私。对，而且贾国龙说还要给大家上罗永浩套餐。不过那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点隐私已经真的称不上是隐私了。随后贾国龙又表达了起诉的威胁连用了3个一定，就表态要起诉罗永浩。说他这个言论超出了正常消费者的范畴，同时直指罗永浩此前的相关言论已经对西贝的品牌声誉与经营造成了极大伤害。紧接着西贝还发布了致顾客的一封信非常诚恳公开了13道涉事菜品的制作流程，并且要开放后厨让大家来参观就是要自证没有使用预制菜但是却意外曝光了冷冻食品比如保质期24个月的冷冻西兰花18个月的冷冻鲈鱼以及复热的流程，所以这个公开行动反而被视作实锤了预制菜。我们是官方媒体，所以我没有不是西贝，不是西贝的，所以有很多东西其实他们是不想给我们看，就是不是不想给我们看，他们就是给我们看了。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合不合适展示？我觉得不是所有东西都合适展示的。来，我们看一下。这是儿童餐大家最关心的儿童餐。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个鸡翅，对吧？等会儿都给大家看一下鸡翅，看一下，这是腌制的鸡翅，
香蜜蜜香烤鸡翅，然后里边有鸡肉、秘制腌制复合调味料、水麦芽糖。这复合调味料是什么我就不知道，它里边也没写。生产日期2025年8月22号，保质期差不多不到1年啊，9个月。9个月。啊，动手。这个一包能用多久？这个这些食材。半天就半天三根一份儿，然后卖。大家知道是啥意思就行了，好吗？来看一下，卖的很快的，鳕鱼条，对，鳕鱼条，好像一袋是出17份还是21份啊？这是什么时候的？这儿呢，7月31号，7月31号的，18个月保质期。玉米羹的玉米，我这个拎出来的第4次。玉米羹的玉米是去了皮的玉米粒儿，冷冻的。这是生的还是熟的？生的。然后剩下都是这些糕点类的，糕点类的就都是，大家可以截图啊，截图看。看冰箱温度，这个温度还挺低的，这是冷冻区，所以这个刚才看过汉堡肉，杂粮餐包，而罗永浩就顺势在昨天就搞了一场直播，就把这个媒体披露出来这些细节画面啊，都做了一个全篇的一个梳理啊。罗永浩的这个梳理能力是相当强大的。经过他这番梳理之后，全网几乎90%的网友都倒向了他这一边。那对于贾国龙要起诉的言论，罗永浩在社交媒体上也进行了回应。老罗说：“好，来吧。”并表示西贝如果能把现做的菜做的全都是重新加热的味道，这肯定是高科技了。你说老罗一直被大家称为脱口秀的天花板界的鼻祖，你说这个贾国龙惹谁不好，惹罗永浩？对嘛？那有网友就戏谑的说说如果是狗屎被罗永浩踩到了，那狗屎都得给罗永浩道歉哈。就他怼人能力特别强。随后呢，罗永浩就发布了10万元的悬赏，公开征集西贝使用预制菜的真凭实据。第二轮交锋，西贝作战大会激化矛盾。9月12号的晚上，西贝紧急召开覆盖1.8万员工的一个大会啊！1.8万员工，咱得说西贝确实对就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啊！大会的主题是西贝1.8万伙伴跟罗永浩之战的这个动员大会。会议标题将罗永浩定义为敌人，贾国龙宣称生意做不了也要刚到底。而且这个大会的议题哈，现场拍照还被网友扒出来了，发到网上，很多网友都表示惊掉了下巴，就觉得一家已经是全国连锁知名的餐饮企业了，这公关能力怎么这样了？还1.8万小伙伴跟罗永浩硬刚到底啊！那罗永浩可不是吃素的。9月12号的晚上，罗永浩在抖音、B 站、微博等平台开启了同步直播，对近日与餐饮品牌西贝的这个争议做出了一个回应。背景大屏写着“不反对预制菜，推动预制菜透明化，维护消费者知情权”。你看他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他也明确说了，预制菜他是不反对的，但是我反对的是知情权不知道啊。就我们昨天就上传了老罗 PK 西贝这场直播的完整版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视频哈。9月12号晚上8点半呢，然后罗永浩准时就开播了。开播镜头前，他的团队就在那儿调试设备，还调了半天。这场直播呢是他出差途中的意外，所以这个搭建呢非常仓促，搞半天都搞不定。最后临时就决定回应西贝事件嘛，就硬着头皮上了。这场直播在设备调试方面虽然问题层出不穷，但是关注度非常高。直播平台刚开播1分钟，在线人数就突破了10万。罗永浩在直播的时候还不留情面的打趣说，今晚有2个炒台班子在具象化，一个是西贝的公关团队，一个是我这边负责现场直播的团队哈。说这2个炒台班子的不专业，有的一拼。西贝被黑成这样呢，也不是我造成的啊！我这么有争议的人，这次居然有90%以上的人挺我，那是挺我吗？是瞧不上西贝。甚至呢，继续凡尔赛道说：“求你们骂骂我吧。”罗永浩在开播的时候还首先表明说，预制菜本身没有原罪啊，关键在于对于
消费者是否公开透明，这个我是非常同意他这一点的。但预制菜其实你不能说它都是有问题的，尤其是用了好食材的预制菜，其实对健康呢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这个道理其实大家都是明白的。大家对于西贝之所以这么怒火哈，就是因为你西贝就打着纯天然、健康，然后现炒的旗号，然后把菜又卖得很贵。大家反感的是说，我花一个人均100-200跑到你饭店来吃饭，结果你给我吃的都是一堆冷冻的、提前做好的食材。罗永浩就觉得嘛，部分餐饮企业存在偷换概念的嫌疑，比如将半成品、半预制与现做混为一谈。直播中呢，罗永浩就展示了多家媒体和自媒体在西贝的门店实地调查的资料。这个调查就显示，西贝冰箱内存放着大量这个保质期长达18个月的预制食材，包括去骨黄花鱼、鱼柳啊，儿童餐用的这个牛肉酱、羊排等等哈，并且标注是非直接提供消费者。他以媒体拍到的一款西贝后厨使用的海鲈鱼为例哈。罗永浩就念了这个配料表哈，说这个配料表中啊，就含有类似于这个3聚磷酸钠啊、6偏磷酸钠等等多种复配的水分保持剂，保质期啊能长达18个月。罗永浩还指出啊，虽然这些添加剂都是合法的，但是和消费者希望在餐厅享用新鲜食材的这个期望有点不符。而且呢，虽然这条鱼到店的时候是生的，但经过添加剂的这种长期的这种腌制保存之后，已经并不是消费者所理解的那种鲜鱼了。就怪不得就当初他觉得吃起来感觉就像一个预制菜。他也指出啊，他说像吉野家呀、乡村鸡等等一些品牌用预制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些地方它价格本来就便宜啊。但这些消费者呢，也没打算花个人均100-200去吃预制菜嘛。他甚至读出了一句网友的犀利点评，说这个儿童套餐的年龄比儿童都大。但他说这个玩笑开大了哈。此外呢，他还提到网友调侃啊，说在我的认知里，从包装袋拿出来的就是预制菜。总结来说，罗永浩看来，西贝之所以引发舆论强烈反弹，不仅是因为是否用预制菜这个事儿哈。主要就在于这个高价和不透明之间的这个矛盾。对呀，你看像吉野家，你说大家就不反感，因为人家本来一个套餐就卖10几人民币，那用预制菜大家也完全接受嘛。可是你西贝，你看罗永浩就说，我这几个人点了15个菜，800多人民币，为什么要点15个菜呢？5个人，就是因为每个菜分量还很小，根本就吃不饱，必须点到15个菜，这几个人才吃饱。其实我觉得哈，你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你卖多贵都没有问题，毕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对吧？你说像机场，你很多餐厅你也卖的贵，但是在西贝这件事儿上，你看最近就做的太过了，所以大家才一股劲的骂嘛。其实早几年西贝啊，我记得我们出国前那会儿，西贝还是在海淀区那边就是比较多，而且好像是一个个小蒙古包那种西北莜面春。我们当时在里面还吃了烤全羊，当时他那个烤全羊卖的也不便宜。然后但是呢，我们就是朋友们聚餐也经常去吃，就是它的质量确实好，然后也是现做的，就不像最近1-2年。是这样的，有网友说呀，这个西贝呢，一开始呢应该就是现炒现做的。那后来呢，因为它后来规模做大了，连锁了之后，它为了工业化的进行生产，保证这个菜品的味道一致，他们就搞了一个中央厨房。可以说从那之后，应该是西贝的整个的食材的加工的流程和整个的成本控制等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说呢，我就看这次媒体们跑到西贝的这些连锁店里去采访嘛，我就感觉跟我印象中那个西贝好像完全不是同一家店。罗永浩的这个直播我也看了，比较有意思的是他在直播中还坦言到哈，他自己呢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基本上大家对他的这个赞同呢和反对声音以往都是一半一半的，但这一次他自己觉得他收获了网友90%的赞同，他还觉得非常的惊讶。最后在直播结束的时候，他还看了一下那个弹幕，然后说：“哎呀，大家都赞同我，都夸我，一边倒，哎，太稀奇了，这场面，我们要不现在就赶紧停播吧，趁着没有人骂我的时候，我们就停播。”有点受宠若惊了他哈这次。另外一个小插曲啊，是12号的中午，胖东来的创始人兼 CEO 于东来在社交媒体发文，力挺近日陷入这个舆论风波的餐饮企业西贝。他说啊，任何事儿没有完美，感谢西贝、海底捞等品牌企业，可以让我们找到相对放心、可口吃饭的地方。他还在评论区补充说哈，因为做一个不错的企业，那企业家和企业团队付出的心血太不容易了，建议可以理解，可以促使企业改进完善，但不能让企业家灰心。其实我非常理解和赞同他说的这些话哈，因为中国的尤其是民营企业，餐饮基本都是民营企业嘛，那他们其实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人口啊，
而且呢，像西贝确实已经相对来说，它是一个口碑啊，包括食材方面是相对优秀的企业。那这次他们遭遇的这次风波，绝对会对他们的经营状况形成一个重创哈。而且中央厨房这种模式，它本身它也不是一个问题，也不是他们一家在使用这种中央厨房的这种模式，都是为了降低和控制成本。当然，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他们卖的偏贵了一点。也许他们觉得他们食材用得好，也许他们觉得他们毕竟是现场又加热了一下哈。那在罗永浩看来呢，如果你要是用了这种预加工过的食品，那就不应该用卖这么贵的价格。其实它如果价格，比如说咱就夸张一点说，它价格是现在的一半的话，罗永浩也不好意思出来说这个问题了，对吧？然后在9月13号，然后网友就发现于东来已经在凌晨静悄悄地删除了这些言论，因为底下也是一片骂声。此外呢，于东来也将自己的在抖音账号再次设置为私密账号，目前平台已经无法搜索了，就是被网友骂的。我还想补充一点，西贝他们召开了号召1.8万员工对抗罗永浩的这个大会，我觉得这个场面真的是被他们自己狠狠地推上了舆论的热搜中央。本来这个事情可能罗永浩发完微博，大家关注度没那么高，过2天就忘了，毕竟你说互联网嘛，天天都有热搜在。结果他们自己大会一召开，又被好事之人气氛给炒热了，对，发到网上。有的人分析说啊，是因为这个西贝的老板在生意做大了之后呢，你想在他的店里1.8万人啊，那就众星捧月啊，说一不二。那现在脾气应该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他遇到这种情况，他想的不是息事宁人，而是就是自己有脾气，那就得发出来。然后这个事情一旦登上了热搜，就已经不再是西贝老板和罗永浩2个人之间的事情了，也不是说这2家公司的事情，就感觉就已经把这个事情提高到了预制菜，甚至关乎食品安全的程度了。其实我认为老板啊有点意气用事了，其实本可以不至于如此哈。我们再继续来看这第3轮交锋。2025年的9月13号，媒体就曝光了西贝的部分门店使用了浓缩鸡汤，然后有厨师长又无证上岗等等问题，罗永浩就转发了相关的报道。接着贾国龙也承认说，营业额现在日均损失超过200万，称他已经陷入了自证循环，现在就想回去做事儿，对未来的发生已经不做任何的期望了。我现在就想回去干活，我现在对接下来的发生不寄任何希望。所以现在贾国龙就是想偃旗息鼓了哈。罗永浩这边呢也在微博上说啊，就到此为止，已经耽误了一些其他工作。其实呢，我想他也不是想把西贝给搞垮。实话实说，西贝呢作为一个餐饮的民营企业，它养活了这么多员工以及背后的家庭，其实对社会也是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的。没错，我赞同你说的。罗永浩他其实压根就没有说想把西贝去搞垮。像罗永浩在直播里他自己也提到，我根本就啥都还没出手呢。因为像西贝开放后厨参观是西贝老板自己做的决定，相当于自己挖了一个坑，自己往里跳。他开放了后厨，大家才发现哦，原来你有这么多冷冻的食品，西兰花你居然都保质期18个月。对吧？相当于把自己给自爆了。然后老罗还说哈，像他之前打西门子的时候，那是真的是自己去埋伏，然后去偷拍视频啊。但是在这次西贝事件中呢，他其实所有的素材都是西贝自己曝光的，或者其他媒体跑去拍的。他其实啊，相当于是被迫应战。事情的发酵到这个程度呢，也是他自己始料未及的。可以说现在受益最大的就是消费者了。你看现在新的政策法规要出台了，2025年的9月14号，市建已经推动预制菜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这个立法进程了啊，挺不容易的吧？就是说啊，要立法，要明确说这个餐饮门店以后要强制披露是否使用了预制菜啊。最后不得不说呀，这3轮对战中，你可以看得出罗永浩是真淡定，贾国龙啊是委屈和激愤，他们俩就形成了鲜明对比。贾国龙是真性情，这个是他创业近40年来的鲜明的一个标签哈。但这场舆论战中，仍然有很多熟悉他的人对此表示了同情，说你看你舆论战嘛，在别人主场开打那才叫聪明，那西贝现在的战场就在他自己家的客厅和厨房。可以说在这场舆论战中，西贝目前看是一败涂地啊，因为西贝的商业模式本质上含有情绪价值驱动，消费者购买的不仅仅是食物，更是一种放心、健康、有温度的品牌承诺。你去西贝是因为你选择了它的品牌，而不是因为你想吃某种味道、某道菜。所以近些年来呢，西贝又通过绑定儿童餐、健康营养、食材好等等关键词，成功维系了高客单价的背后的一个品牌叙事。那这一切呢，都建立在消费者对西贝的非预制和限制的一个认知的基础之上。罗永浩的评价之所以
摧毁性。正因为它击中的它不是产品本身，就是这个西贝赖以生存的品牌叙事体系啊。所以贾国龙他最应该害怕的就是他的付费人群，也就是消费者，他们在意识形态和心智上的一种改变。这种心智一旦发生了改变，那对西贝的打击可是毁灭性的。当然，事实上啊，这西贝并非孤立啊，越来越多的主打这个限制啊、手作等等概念的餐饮品牌，在规模扩张之后啊，它为了降低成本，就不得不引入这种预制的组件，但他们却仍然保持了以前的那种叙事逻辑，就是以新鲜呐、匠心作为宣传的重点。消费者呢，如果一旦察觉认知和事实不符的话，反弹情绪就会迅速爆发。我觉得罗永浩的拳头，他打穿的可不仅仅是西贝的人设，而且是整个行业心照不宣的皇帝的新衣。现在我估计非常多的消费者就开始重新审视那些卖的非常贵的那些饭店的这些商家，他们是否用的是预制菜啊？他们肯定心里现在都已经开始敲敲打鼓了。那消费者的这种心理就非常有可能在现在本来已经雪上加霜的餐饮行业的寒冬时期，可能又撒了一把盐。但话虽如此，但是我还是非常赞同老罗的这个观点，就是消费者他应该有知情权，尤其是对那种高消费的场所更应该有知情权。如果相应的法律条文能够顺利推出，也就是说商家必须标注是否使用了预制菜，这会让更多的良心商家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就避免了那些劣质商家使用预制菜的方式来劣币驱逐良币。所以从长远的角度看，罗永浩和西贝之争这件事儿啊，对消费者来说应该是善莫大焉的一件好事。好，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